好，打個伊朗戰爭，天下大亂哈。但是怎麼想沒想到說塑膠袋會不夠。哦，你想的是油啊什麼的，但是呢，其實我們現在生活很多東西，包括我們身上穿的啊，什麼用的，很多都是石化產品，真的是石化產品啊。所以呢，因為塑膠袋不夠了，所以呢，而且越不夠，它就越怕，要不然就是搶購，要不就是囤積啊。然後呢，這個供應鏈斷裂了，所以看到沒有，貨架上的空空的，塑膠袋貨架，業者崩潰了，沒有辦法開店了。那開店他現在都要裝塑膠袋啊。哦，雖然我很久以前就提倡說要用紙袋代替塑膠袋，但是也很困難嘛。哦，就是說你很多東西塑膠袋有它的好處了，比如韌性啊，比較防水啊等等之類的哈。那價格翻倍，本來塑膠袋是便宜東西的，價格翻倍，但是問題不是翻倍，攤商說啊有錢嘛買不到，有錢買不到啊哦，所以呢 Costco 就發出塑膠袋限購令，有10種品項，拋棄式手套也入列。哦，拋棄將來那個醫生，他手套怎麼辦呢？哦，等等醫材等等，很多是拋棄式，用一次就丟，用一次就丢這個手套怎麼辦啊？那另外呢，這個主要是垃圾專用袋了，因為垃圾收費以後就用那個專用袋來收費。當用了專用袋以後，比如台北市來講，它的那個垃圾量就減少很多，大家就覺得說減少點垃圾量是蠻不錯的。但是如果今天垃圾袋都沒有了，你不能拿隨便的袋子去丟啊，要處分啦，你一定要有垃圾專用袋啊。哦，所以呢，民眾就生氣了，我們直接丟給市政府處理可不可以？哦，台北新北，我沒有袋子，人家給我袋子啊。哦，那因此呢，中油的4星提前開爐哦，3月31號提前開爐。要確保塑膠原料充分供應。那卓榮泰也去視察中油重啟四輕的產線，其實四輕是一個舊的已經有的生產線了，都搞到4輕、5輕、6輕了哈。那另外呢，民進黨立委啊，鍾佳濱說台塑是戰犯，控制我們的這個產品啊。那台塑當然就反駁說這個亂講。這是不實言論啊！好，我們下面看啊。那鍾佳濱是說哦，台塑先減了產，又漲了10.5塊，所以呢才會沒有原料啦。那怎麼做呢？哦，說台塑在3月初就預謀了，通知下游廠商近期者哦，你們這個因為上游的價格減少，所以我們要調整售價，每公斤漲10.5塊哦。那另外還有配額。哦，然後呢，而且呢要減產，你們都減產吧。哦，那原料不夠了哈。哦，那另外呢，說中油跟台塑一起配合演出，也對中油的產品甲苯、2甲苯暫停開單，就是已經訂的貨給你，還沒訂的貨，對不起，不要訂了啊，不停止開單了，就供貨單了啊。那所以呢，鍾佳濱就說台塑石化跟中油呢要減產哄台，經濟部檢調徹查。那台塑就駁斥這嚴正指控不實言論哦。那中油說是民間惜售搶貨我才管控，因為你現在下去搶光光，所以我們要控制這個供應量哦，並不是說因此呢要抬價錢。那台塑說我們已經增加我們的供貨了哦，那但是呢因為成本也增加了，怎麼辦呢？哦，那法務部說好會去調查哦，不能夠有囤居奇哦，特別不能發戰爭財。那中盤商延遲出貨，檢察官說藏貨不出，恐怕涉囤積罪。有沒有個罪叫囤積罪？就戰爭的時候把東西囤積起來。因為呢說不是上游是中盤哦延遲出貨哦。那另外呢說因為油氣價錢提高，塑膠原料漲價，所以民生用品恐怕會2年的這個漲價，一直延燒2年。看一下。美式賣場減塑，連塑膠蓋都直接換成紙蓋代替。同時，賣場內煮菜備用的保鮮夾鏈袋，還有保鮮膜也每張卡限購1組。平常的免費裝冰塊的塑膠袋似乎也減少供應。這塑膠袋之荒延燒全台，連鎖早餐店門口也貼上因應中東戰爭不提供塑膠袋，老闆對漲價也叫苦連天。東西是沒有附塑膠袋啊，自己要帶環保袋呀。自
自己都要帶袋子哦，現在買不到。平常是20幾塊的，都已經漲到都快50塊。就怕有店家業者囤積塑膠袋，物價聯合稽查小組也紛紛多路實地稽查，但民進黨立委鍾佳濱就秀證據爆料，塑膠袋之亂的核心是塑膠粒。疊冰台塑集團涉嫌先減量供應50%，漲價再減量25%，之後再配合增產高價獲利。未卜先知，228，川普才下令轟炸伊朗，他們在3月2號的時候，上游台塑石化的因比烯減產，是不是就是台塑它的如意算盤？就在它的油槽裡面。它為什麼要減產？但對此台塑回應，公司聚乙烯3月份實際供應量較去年一整年月平均都增加，也比今年1、2月多。雖然乙烯減產的10%，但為減量供應下游3月的需求量及囤積，願配合調查還原事實真相，並嚴正譴責不實言論。對此，經濟部、法務部也將介入釐清。台塑石化他們有關閉一條產，你知道嗎？哈，去年先關一條，今年2月又3月關一條。調查局要不要馬上立案調查台塑石化有沒有違反刑法251條的囤積罪？當然會持續調查了解。儘管經濟部說已盤點20家生產製造商產能調配，但依舊未承諾何時能恢復正常供應。這下連執政黨立委都看不下去。好了，一般的塑膠袋我可以用紙袋來代替了啊，或是反正把什麼亂七八糟東西，這盡量減少用都可以。垃圾袋怎麼辦？垃圾袋就是等於是垃圾費哦。來說話到底會不會少？現在前一陣子確實有很多市民哦，他覺得他在這個，因為我們现在環保垃圾袋是可以在 7-Eleven 在一些零售的地方去買到的，有反映過說，買不到的狀況哦。但後來我們主動去台北市政府所知哦，現在台北市的垃圾專用袋哦，大家不用擔心，大概有半年以上的存貨哦。那之前有一些人可能在這個通貨買不到，是那時候補貨來不及了，這是垃圾專用袋的問題哦。可是其實不只是這個垃圾專用袋，或是一般民生的塑膠袋，所有都萬物齊漲了。我最近才接收到2個廠商的通知啊，一個是我的咖啡豆供應商啊，我們辦公室會提供咖啡豆。咖啡豆也漲價？對，主動打來說，請問一下，我們咖啡豆這個下個禮拜要開始漲價了，你們辦公室要不要繼續叫？這第一個。第二個是我們選舉的時候不是都要做一些這個環保袋嘛？它雖然是不織布，可是它的原料也是石化材，就打來說，劉議員你要不要現在就下定哈？因為我們下禮拜要開始那個報價要提高了，所以其實對於說政府來講哈，是不是反應慢這件事情，大家又開始覺得說你是反應太慢，然後現在找戰犯。為什麼說反應太慢？因為這個中東的這個戰火並不是今天才發生，從3月初就開始發生。當戰事一發生的時候，尤其是發生在中東的時候，照理說政府就要警覺。第一個影響到我們的天然氣，影響到我們的石油；第二個影響到所有石化相關產業還有產品的供應。那這個大概在台灣的所有產品大概60%以上了吧？這個時候上中下游的所有產品的供應鏈是不是有狀況？物價是不是平穩？本來就可以啟動監控跟調查，怎麼會到現在出現問題以後，還說我們要3路齊發，然後民進黨立委還隨便出來指控一個民間企業，說他是戰犯，就是他囤貨。拜託，那如果說堂一家民間企業在3月初就預警到說石化原料可能會出現問題，供需可能會出現問題，所以我開始去調節我的產能的時候，如果民間企業都預警到了，請問你民進黨政府在做些什麼？當然了，我剛剛也想到了哈，利用這個機會，大家哈盡量節省塑膠袋的使用也是好事。對，剛好現實也是在這個時候讓大家覺得說很多時候不要因為塑料便宜嘛，亂丟亂到處都是。你看很多水溝啊，什麼抽水站啊，什麼海裡面的那塑膠袋到山上的都是哈，能夠盡量減少用減少一個就減少一個，對環境的這個保護其實很大。就算是用焚化爐去燒哈，也增加焚化爐的這個負擔的哈。來，一鳴，我覺得這一次的塑膠袋之亂這個政府當然是沒有準備好那現在鍾佳濱出來第一個矛頭就指向這個民營企業我覺得這個就是在轉移焦點就是減輕政府的負擔。你不去監督政府，你到底你有沒有一些因應機制？結果你就很便宜行事的找了這個台塑化來開刀。大家要知道這一波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因為是源頭嘛，荷姆斯海峽整個被控制住了，所以你的輕油從源頭就減量了。輕油就是做成乙烯，乙烯之後又變成塑膠粒，塑膠粒之後再變成各式各樣的商品，所以是源頭先缺。那你現在直接不分青紅皂白，然後就指控，然後還講的說減掉一定要調查就是感覺廠商很惡意。但是連中油都
都說，我也是沒有辦法，因為這個是源頭少了嘛，所以我才不得不減產嘛。那減產市場就變成你減產價格就會提高嘛。就是這個來龍去脈，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國會議員，要先搞清楚，不是只有想要幫政府轉移焦點，然後就亂開槍，這樣不實的指控，我覺得對這一些企業產業其實也是不公平。那真正的責任是在政府啊。有政府就是要會做事嘛，你要懂得去調控。我前天才問這個卓榮泰，就是說這一場戰事，你預估就是要持續多久？他說他們國安單位他也沒有辦法，他不知道。那也就是說，我們的政府沒有做最壞的打算。我們的政府其實是跟着這個川普哦，川普說一開始說，哎呀，我2週到1個月就會結束，所以呢是比較輕忽以待的，覺得很快戰事就平息了，所以也沒有做很多的因應跟調控的措施。那你看看南韓是怎麼做？南韓他們的那個敏感度很高啊，他跟我們有些企業一樣，他很早就覺得這件事情很嚴重，他的公務車啊。他限制他自己政府的公務車，就是你不可以就是這個任意的使用哈，要開始節能。他有一些節能的措施，減少使用的措施，還有他已經預備好下一個方案是什麼？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他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他們還要發動什麼？這個汽油車上路哦，他還要這個單數、偶數上路，就是他有一套節能的措施，他是做最壞的打算。那我現在看起來，就是我們的政府，以我前天問卓院長，一開始到現在他才覺得緊張，一開始不緊張，因為沒有做最壞的打算。那所以現在這一些的亂象，我覺得政府就是要亡羊補牢嘛。剛剛這個趙大哥說，其實趁機我們去做一些減塑不必要的塑膠袋，這個當然是一個好事。但現在最困難的是有一些不可被取代，譬如說連米袋，它一定要裝米啊，連這個最基本的米袋，農會都說叫不到貨，然後而且漲50%了。對，那像這種必要性的。它完全也沒有辦法控制，所以這個部分，我就會叫中油趕快去增加它的供給量，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是我覺得這場戰事如果再拖延久一點是百物齊漲。我今天最新看到的是什麼？罵完也要漲價了，醬油也要漲價了。那你現在看到油也漲，醬油也漲，如果米也漲，柴米油鹽醬醋茶，我們民生必需品通通齊漲的時候，我覺得這一波的這個美以役戰爭真的是波及到每一個人。就是說，剛剛提到韓國，南韓是很狠，政府是很狠的。能源危機的時候，70年代我剛好在韓國。我因為我在美國公司服務，韓國是我的這個管轄地方之一了。坐計程車，全部共乘。比如說，計程車司機在路上遇到吳崢，遇到這個秘書長之後，他全部共乘，而且每個人付的錢是表上跳的錢，不是我們分攤哦。不是分的，那司機很高興嘛，他願意多載一些，因為多載一個就多賺你錢嘛。然後呢，乘客不能抗議，不能說我要獨享我的空間了，沒有這個事情。全部計程車一路走，一路載客，一路載客，把客載滿，他就是這樣幹的。計程車變公車，他就變成這樣，就他的應變是非常快速，而且非常強制，他的國民也非常配合，就覺得國家有難，這個時候有能源危機，大家要共體時艱。這點台灣跟他比雖然南韓在這個國際貿易是我們很重要的競爭者，但是平常心這點跟他比差得很遠了。休息一下再回來。好，下禮拜鄭麗文主席要去訪問大陸，4月7號到4月12號了先到江蘇中山陵、葉陵。然後上海、北京，那鄭麗文最近一直在這個很多記者訪問他嘛，他一直在強調說台海真的不需要打仗，因為大家就怕打仗嘛，怕打仗希望台海和平了那另外呢，他是說負責任的政黨不應該將台灣推向戰爭的邊緣，而是要開創和平的空間那另外呢，4月7號去訪問中國大陸，鄭麗文說這個行程要肩負起促進兩岸和平對話的重要任務。現在兩邊幾乎是不對話，老死不相往來嘛美麗島電子報做了一個民調了那相不相信鄭麗文了原來相信他的是28.7%，不相信是53.5%。那最近呢相信的掉了4.8%，不相信的加了1%因為大家還在看到底他要達成什麼那對國民黨選情到底好還是不好了所以這當時還沒有說4月7號要去，他在之前做的了。
未來3個月如有正席會，沒想到馬上就有了。對年底國民黨選情如何？利大於弊的21.6%，弊大於利的56.1%啊，一半一半，看情況5.3%啊。那另外呢，這個國台辦，大陸國台辦說，高度重視曾麗文率團訪問大陸，是重要而且積極影響兩岸和平的發展啊。那另外呢，這個國台辦說，這是國共新形勢，國民黨、共產黨新形勢下的關鍵安排啊，對台海和平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另外呢，鄭麗文說，在訪問大陸前跟後，都可以跟賴清德或希望跟賴清德見個面談一下嘛。就當年宋楚瑜到大陸也跟陳水扁談了一下嘛。鄭麗文說，國民黨跟總統府沒有那麼遠啊，總統府就在中山南路是吧？介壽路哦，凱德格蘭大道，以前叫介壽路了。那現在那個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八德路，以前就在總統府對面了，現在搬到八德路比較小。國民黨說我是誠心隨時隨地都在等待，那曾麗文都在曾麗文都在等待這個賴清德哈。那沈伯洋說，黨軍購跟正席會有聯動，說為什麼會正席會？是因為你黨軍購，哦，也讓中方借此表達反對美國對台灣的軍售啊。不，其實要反對中方反對對台灣軍售，不需要借着這，早就已經反對了啦。哦，跟川普通電話就反對了。曾麗文打算6月到美國去，說大陸、美國的缺這個不可偏不偏不倚啦，就這邊也要，那邊也要了。所以呢，是美中並重哦，都很重要啊。那另外吳子嘉說，藍營哦不要淪成中共的直營店哦。好，來我們看一下，在相隔了10年之後，而這10年正是兩岸關係快速惡化，被全世界評為是最危險的火藥庫。國民黨有不可推卸的歷史任務，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證明兩岸絕對可以透過和平的對話交流，來奠定締造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自己的圖書館，對，好吧，這個曾麗文一直強調和平啊。來，吳崢怎麼看？國民黨曾麗文要去？我覺得剛剛因為這個美麗島電報昨天最新出來的，我覺得其實這個鄭麗文這一次的習政會，那其實大家也，整個台灣社會其實普遍大家基本上是覺得跟台灣主流民意是有一個距離的。那當然，鄭麗文主席這次現在把和平作為一個主要的基調，我看昨天連國民黨官方粉專那個 banner 都換成說我們就是要超 peace 這樣子。那我覺得和平當然很重要，而且也沒有人不想要和平，和平我們可以穩定的生活多好。那只是說，鄭麗文在發言中好像去把這個責任歸咎到於說是台灣這邊說啊，這個任何的執政黨不應該把台灣推向戰爭的邊緣。可是這是我們也在強調嘛。事實上，我們台灣，你說政府有為什麼是政府把台灣推向戰爭邊緣？我們沒有挑釁中國，也沒有這個做事可能會對中國發起軍事的攻擊啊。那是中國他用他強大的政治經濟的實力，然後一直想要去推所謂促統設計嘛。那所以基本上你說政府對中國這件事情如果有什麼比較強硬的立場，其實我們也就是拒統。那這個是台灣人民的心聲嘛。所以我覺得，當然鄭麗文如果要去中國，以一個國民黨主席身份跟中國交流，表達一些意見，那我想這是國民黨的一個權利，也是他們的一個選擇了。那只是說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當然希望說，不要去配合中國啊，例如說太過度的迎合中國方面的論述啊，例如說，因為看起來鄭麗文主席現在有些論述踩得比較前面啊，例如說他說全世界都想走向中國啊，全世界都認同一中政策。那這個部分畢竟他是台灣最大在野黨的黨主席，我想這部分還是會在國際上有一些擴散效果，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現在比較關注的。那另外一個部分，當然大家談到軍購，因為其實過去幾個禮拜我們也在講說，哇，看到伊朗其實這個韌性真的蠻強的，包含他們整個無人機產業。那其實這個禮拜一，盧秀燕市長他也接受媒體的訪問說，其實應該他也支持來去台灣打造更強的無人機的供應鏈嘛。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當然希望下個禮拜4月9號在立法院朝野要來針對軍購條例做政黨協商，我們還是希望說，應該這個部分還是要把我們台灣無人機的產業發展放進去啊，那不要因為中國有一些壓力就把這部分割掉。秘書長，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子啦哈，我覺得不要雙標啦，因為我們在討論鄭麗文主席訪中，
或大家所謂訪陸的時候，其實別忘了，此時此刻3月底4月初，民進黨的創黨元老、新系的要角、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啟昌前委員，好，此刻正在福建平潭，在看廈門的翔安國際機場，他主張要透過對話減少兩岸誤判。你把洪啟昌遮起來，你會發現，這個是誰講的話？比較像國民黨或台灣民眾黨希望善意增加交流，交流增加善意。我覺得平心而論，這個國內的政黨不管再怎麼競爭，對外一致，那對中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比較平實的態度。好，如果說這個就像梁文傑副主委講，每次他就講說，這個洪啟昌委員在北京叫健康有序的交流。那怎麼會鄭麗文去就好？當然了，我相信吳崢也客氣，他表達了一些關注嘛。那我們很希望民進黨中央都像吳崢這樣，也許國內的氣氛會好一點。好，看看立法院把鄭麗文講成什麼樣子這個什麼樣又去扣軍購了，我覺得非常沒有必要。如果洪啟昌去看這個翔安機場，然後為了觀光旅遊，然後要減少誤判，要怎麼不是民進黨去了，通通變共產黨？不該這樣嘛。第一個。第二個軍購，台灣民眾黨態度就很清楚，在這裡也講過。國民黨包括盧秀燕市長，這幾個重要的這個幹部都已經表達了善意。包括我自己也認為說，如果中國國民黨的黨團，他允許這個巧芯的8000億的版本也一併當成第4案送進來，我覺得這個是好事啊。我覺得這個是好事啊。反而我是比較擔心，就是川習會之後好，我們都在屏息以待，川普今天會講出什麼？我會前才跟吳崢講，我一看股市又跌了，大概可能今天可能又糊了哈。所以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是要全國團結一致，而不是在自己的同胞裡面不斷的找敵人，不斷的找敌人。至於鄭主席講說這個期待能夠跟賴清德總統見面，那我開個玩笑，已經從朱立倫等到鄭麗文了。好，那台灣民眾黨已經從這個柯文哲等到被關進去1年出來，已經換黃國昌了。基本上還是要呼籲賴總統，好，您大概是第一位這個民選的總統，好，跨黨派的總統，截至到現在為止沒有見在黨領袖。在這個時候，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到蔡英文，甚至於是馬總統，我覺得賴總統可以好好想想。這個我們講很多次了，沒有什麼惡意的批評，但請你想一想，你是不是應該是這個站在這個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是不是該想想？真的只有你啊？真的只有賴總統？好。不過洪啟昌委員他是自己去了，那跟鄭麗文是黨主席代表整個党，那還是根本上不同。对，公平都是交流就好了。还有人质。就是民進黨啊，當然吳崢他不能接受說鄭麗文講說把執政黨不應該把台灣弄戰爭邊緣，但我也沒有看到執政黨做什麼努力啦，希望能夠化解敵意啦。之前賴清德是有講說他也希望跟習近平吃什麼蝦捲飯，是不是？然後喝珍珠奶茶，但講了半天也做不到嘛。那鄭麗文做到了，那我覺得執政黨就有風度一點嘛，就給予祝福嘛。那他也願意去報告，然後之後願意用成果跟執政黨分享。那這個就是在野執政共同努力促進兩岸和平。所以我是覺得一些酸言酸語就不必了，特別是像沈伯洋就一貫就是抹紅，這個到底跟黨軍購有什麼關係？其實軍購現在已經在審了，好嗎？現在已經出委員會了，接下來就是政黨協商。那過去為什麼軍購拖了一段時間一直沒有復委？那是因為那時候大家在等國情報告嘛。那沒有的話，在野黨也民眾黨有個版本，我們有個版本也已經進去了嘛。那這個時候要去扯說黨軍購跟政協會相關，這是一貫的抹紅做法。大家不要忘記了，就是那國民黨做什麼都會被抹紅。譬如說我們之前推那個普發1萬，一開始說要還稅於民，民進黨沈伯洋的說法就是說我們叫窮台，配合中共窮台，又變成中共同路人了。然後現在民進黨說要重啟核2、核3，那是因為核管法通過。但當時我們在推核管法的時候，民進黨的說法是說核管法過了就是在幫中共攻台開後門，所以什麼事情都要去扯到就是中共同路人，真的是非常累啦。那當然也有很多人講說，那政協會，我現在國民黨又不是執政黨，那你去跟習近平談出什麼結果出來嘞？哦，那但我覺得至少第一個哈，多交流總是好啦，可以降低敵意。第二個，到時候談到有什麼大家的方向，其實就是可以給民進黨參考。當然民進黨不會理啦，可是我們可以讓大家知道說，其實兩岸維持一個和平跟交流可以帶來什麼成果跟好處，那可以讓大家做一個抉擇嘛，就是說你選擇交流可以這樣子，那你反對交流可能會怎麼樣？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那主席本人是對於這個政協會，對政協會他覺得會對選舉加分啊，因為之前我們有吃飯嘛，然後他就有提到這件事情，他就說根據有一些民調或者是
什麼一些他的判斷，他覺得正期會絕對加分。那我覺得就大家就可以祝福嘛，那就看看他去，然後有什麼成果啊。回來之後，因為國民黨也說要去，接下來要去美國嘛，然後那所以就可以達到我們國民黨一貫路線啊，就是親美友日嘛，和中嘛，那給大家看看的。好，為什麼美島民調哈，這個超過一半人認為對國民黨是弊大於利哈？這也不是光對鄭麗文，主要是對共產黨沒有信心。我覺得台灣人覺得共產黨會讓嗎？會放嗎？哦，大家對北京是沒有信心的。哦，所以國台辦成績都很低了。所以中共的高層要看看台灣人民為什麼對你這樣沒有信心？哦，那當然我們現在分兩邊來講哈。民進黨要罵，要給鄭麗文抹紅啊抹黑，那先抹川普嘛。那為什麼不講川普到大陸就變了呢？那為什麼不說習近平會給川普壓力呢？會不會呢？當然會了。那大陸會不會給大陸會不會給川普一些好處呢？應該也會了，買個多少波音飛機什麼，當然也會，多少大豆啊、什麼小麥之類都會啊，它是互相的嘛啊。那換句話說，你川普自己積極要到大陸去啊，不是嗎？川普自己每天也講我要去大陸，我要去大陸，我要去大陸，反正3月30要去啊，4月1號要去啊。現在因為伊朗戰爭改到5月14、15啊，這是一個啊，所以不要雙標，就是你怎麼罵鄭麗文，怎麼去罵川普好了，這是一個。第二個呢，大陸這次發表的就是宋濤代表習近平中央發表的歡迎鄭麗文去是不尋常的，開始他說因為鄭麗文數次希望到大陸，我覺得這很不禮貌的，這是很不禮貌的而且很不好的，所以呢就表示說沒有，我不是要你們來，是你們自己好幾次要來啊，好吧，來吧，反正川普現在沒來，我覺得這是很不客氣，很不好。很不禮貌，我當時一看，我就想說，為什麼要這樣講？對不對？鄭麗文當然是表達過幾次了，但是你可以不必嘛，為什麼要這樣講？我告訴你為什麼？因為今天的大陸跟馬英九去大陸，跟連戰去大陸，最早連戰就加馬英九已經不一樣了，他的國力也不同了，習近平的權力也不同了，所以呢，鄭麗文去是好事，我認為溝通都好，但是也要注意，就是今天。當然，鄭麗文可以要求台海和平很重要，我們要怎樣，但是習近平聽不聽你的？大陸中央聽不聽你的？他會還講他那一套，因為你知道共產黨也是很僵化，就是那一套東西嘛，他不可能有別的東西可以講啦。那套東西講下來，會不會影響到國民黨的選情？國民黨也必須要做沙盤推演。如果習近平講這個話，你們要怎麼因應？鄭麗文當場要怎麼因應？幕僚要給他這個建議啊，然後呢，其他的幕僚要怎麼因應，都要做準備，因為你現在講川普，對旁邊人不太敢跟他什麼建議，那你會習近平旁邊人敢給他什麼特別的建議嗎？我也很懷疑，因為這些權力都很大了，權力大而且久了以後都覺得自己很偉大、很了不起啊！我自己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不需要你們來告訴我了。而且平常心說，大陸今天對國民黨還有寄什麼希望嗎？我覺得也不寄什麼希望了。今天如果你是大陸中央，你會對國民黨說，希望他怎樣？也不至於什麼希望了，所以什麼好處也不見得要給你了，幹嘛給你什麼好處啊？也不會給你了。他要傳達什麼，他就這樣講嘛。那鄭麗文當然要去極力的要求，就是和平，定調和平。既然你習近平口口聲声和平，既然你現在說川普是世界動亂的制造者，你中國是世界的和平的一個守護者，台海和平不是更重要嗎？台海都不能和平，還談什麼世界和平呢？世界和平還不是你中國能夠掌控的，台海和平至少你中共可以掌控吧？中共可以掌控嘛？所以我覺得習近平那個鄭麗文在這點要加強着墨，讓習近平沒話講啊，對不對？就是和平最重要嘛。就要再回來。